满地狼藉，盘碗碎片与菜叶菜汤混杂，一片混乱。公公婆婆惊愕地望着被掀翻的桌子，眼中满是难以置信。原本嘈杂的屋内，在这一刻突然陷入了死寂。我老公是第一个回过神来的，他怒气冲冲地走到我面前，毫不犹豫地扬起手，给了我一巴掌。啪！清脆的响声在屋内回荡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你真是反了！他怒吼着，紧接着又是一记耳光甩在我脸上。我惊愕地捂着脸，没想到在这种时候，他不仅没有为我辩护，反而动手打我。你平时就是这样对待他的吗？公公的声音透露出不满和责问。大儿子，你没事吧？婆婆也急忙走到我老公身边，关切地检查着他是否有受伤。哎呦，我的儿，没吓着你吧？我冷笑着看着眼前这一家人，既然我连上桌吃饭的资格都没有，那大家都别吃了。刘青青，你还没闹够吗？老公愤怒地转身，再次抬手想要打我，然而他的动作被我轻易的预判并挡下。我顺势抓住他的手腕，一个利落的擒拿动作将他制服在地。他被我牢牢锁住关节，疼得比牙咧嘴。你凭什么这样对我？不仅不帮我，还对我动手。我愤怒地踩了他一脚，这一脚是为了你刚才打我的那2巴掌。在拳馆长大的我，对付这种小角色根本不在话下。爸爸从小就教导我，面对欺负要以牙还牙。就在我抬起腿准备踩下第2脚时，婆婆突然扑过来，紧紧地抱住了她儿子。你这是要干什么呀？真是要造反了吗？儿子，快起来！她边说边急忙扶起他，并拍打着他身上的灰尘。我们高家没有你这样的媳妇，赶紧给我离婚！离婚！公公指着我，气得直跳脚。好啊，离婚可以，但我陪嫁过来的房子、车子，还有那一箱金条，我得带回去。我瞥了眼门外的豪华跑车，又环视了这个房间。哼，想得美！你的东西现在就是我儿子的，你们结婚时，这些都成了我儿子的。我看你就是厚脸皮，一直赖着不走。我当初真是瞎了眼，怎么会让小才娶了你？婆婆心疼地看着她儿子，同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。结婚前，爸妈为了让我婚后生活无忧，特意准备了一辆跑车，还在郊区建了一栋2层小楼，并且给了一箱金条作为我的嫁妆。这些都是我的婚前财产，名字也是我的。现在既然要离婚，我当然要全部收回。还有一箱金条，你们放哪儿了？我无视婆婆的恶言恶语，继续追问。都用完了，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。我那混蛋老公也加入了对付我的阵营，曾经的温柔体贴消失无踪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副无赖的模样。别说废话了，明天就去办离婚！我冷冷地打断了他们。这时，他们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，我老公和公公婆婆3人开始窃窃私语，随后他们看向我，露出了诡异的笑容。离婚？刘青青，你敢离婚吗？即将成为我前夫的这个双面人似笑非笑地看着我。这有什么不敢的？我反问道。你现在还怀着我的孩子呢？他冷笑着说。他在胡说些什么？我怀着他的孩子，我自己怎么都不知道。你疯了吧？如果我怀孕了，我自己会不知道？我反驳道。你看看这个。他从衣服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报告单递给我，报告单上清楚地写着，已怀孕2个月。1周前，你早上正要出门上班时突然晕倒了，我送你去医院，当时就查出你怀了我的孩子。我本来没打算要这个孩子，想找个机会让你流产，
没想到现在他倒派上了用场。他得意地说着：“真是个卑鄙的男人！我以前怎么没看出他这么无耻？他想要孩子，却嫌孩子是累赘，还想把责任推给我。现在你怀了我的孩子，如果你要离婚，不管你选择生下来还是打掉，你这样的二手货也不会有人要。”他的话像针一样刺进我心里。你的嘴真是比下水道还脏。这几分钟的对话让我彻底看清了他的真面目。然而，怀孕的消息确实让我震惊，我的愤怒也因此平息了不少。在我的身体里，有一个小生命正在成长。此刻，我没有心思去理会那些混蛋。我首先要确认这个消息的真实性，毕竟谁知道这是不是他早就准备好用来骗我的把戏。他在我这里已经没有任何信用可言。高有才，你给我听好了，离婚是肯定的，到时候我会通知你。我留下这句话，转身就要走，却被二姑拦住了。你们夫妻之间的事我不管，但今天是大年夜，你搅了大家的兴致，总要给我们一个交代。我们辛辛苦苦准备了一大桌子菜，你说掀就掀了，难道要我们喝西北风吗？二姑不满地说道。你还有脸说这一桌子菜？我本来已经平息的怒火再次被点燃。我天不亮就起床收拾菜的时候，你在哪里？别人吃着热腾腾的早饭，而我忙着收拾屋子的时候，你在哪里？我一个人在厨房忙活了一下午，准备这一大桌子菜的时候，你又在哪里？不用说，我也知道，你在被窝里睡得正香，和那些叔叔婶婶们聊别人的闲事，嫌弃我这个城里来的大小姐干活就喊累。你有什么资格质问我？说完这些，我深吸了一口气，一把推开他，头也不回地上了车，留下一地的狼藉和一群面面相觑的人。很久没有睡过这样舒服的觉了。自从和高有才结婚之后，每天早上要给他做早饭、熨衣服，晚上下班回家又要做晚饭，又要给他准备热水泡脚，等到他睡着了，再去处理剩下的工作。有的时候甚至1、2点才能睡觉，而第二天又要早起。之前，无论是我们谈恋爱的时候，还是结婚之后，他都是认真又上进的一个人，对我也很温柔。他能够包容我的任性，体谅我的辛苦，我以为这就是爱。我心甘情愿为他操劳一些，我以为他是懂我的，是关心我、体谅我的。可是这一切都在今天破碎了。一个谎言被戳穿，就像一面镜子碎裂了，看到了他隐藏在面具下真实的嘴脸。原本我们结婚之前就应该先去老家看看他父母，但是因为疫情影响，直到今年才能和他回家好好过个年。没想到刚一到他家，他和他家里人就送了我一份大礼。宝贝，爸妈那边住的老房子漏雨了，找人修了好几次也修不好。你看，你在郊区的房子空着也是空着，老人家身体不好，受不了湿寒，不如让他们搬过去住吧。青青，我每天上班不方便，你看咱们要不再买一辆小车给你平时代步用，小车好开还漂亮，这辆跑车我开吧，在同事面前也有面子。昨天妈给我打电话了，说这金条放我们手里不安全，她帮我们保管，这样你也放心。现在想想他当初对我说的那些话，只觉得下头恶心。在家里柔软的床上睡到自然醒，房间特意拉了窗帘，阳光没有很刺眼。这几天的操劳让我浑身上下都十分酸痛。房间里有淡淡的香味，说不上来是什么味道，只觉得温暖又慵懒，让我还想闭上眼睛再睡一会儿懒觉。还是起来吧，今天还有很重要的事要去做。走出房间来到楼下，
餐桌上已经摆好了热腾腾的早餐。青青，你醒啦！我刚想说话，就被外面一挂噼里啪啦的鞭炮吓了一个激灵，差点忘了，今天是大年初一。我父母都是不太爱凑热闹的人，每年过年家里也只贴贴春联，剪剪窗花，单从屋子里看，感受不到那种很浓厚的新年气氛。爸，今天怎么起这么早？不再多睡一会吗？宝贝女儿回家过年了，还怎么睡得着呀？快尝尝爸的手艺有没有进步。我拉开凳子坐下，用勺子盛了一口粥，刚要喝下去，吹一吹再喝，别烫着。爸爸看着我，出声提醒道：“好，听爸爸的。”我笑着吹了吹，再抿一小口，确认不烫了，才将粥喝下去。哦，对了，爸，你叔今天恩母恩时间啊？我嘴里吃着早餐，含糊不清地问。李叔是我位资深的老中医，也是我爸的好兄弟。爸爸看我问起李叔，以为我是生了什么病，于是关心地问：“你李叔，老李应该没事吧？我一会儿给他打个电话问一问。”怎么了？青青，是不是身体不舒服？没有啊，我挺好的。我喝了一口粥，又加了2口菜，继续说：“我可能怀孕了，想让李叔帮我看看。”哦，没事就好。爸爸刚要长舒一口气，突然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。你怀孕了？一个50多岁的老大爷跟个孩子似的，一下子蹦起来，急匆匆地往楼上跑去，一边上楼还一边喊：“孩儿他妈，青青怀孕了，你快下来！”爸，别喊那么大声，还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呢。而爸爸就跟没听见一样，又是和妈妈讨论小孩的名字，又是连着打了好几个电话催李叔快点。从脉象上来看，应该是有喜了。李叔一边给我把脉，一边调整着因为一路小跑着过来而变得急促的呼吸。哎呀，我就说嘛，让你快一点，快一点，你还慢悠悠的。爸爸在一边掐着腰站着，眼神关切地在我和李叔之间来回打量。青青就跟我亲闺女一样，我能不着急吗？这已经很快了，好不好？李叔白了我爸一眼，继续认真地给我检查身体。只是李叔皱了皱眉，沉思了一下，还有什么问题没有？没什么，可能他最近有些劳累过度了，好好休息就行了。爸爸凑到李叔旁边俯下身，小声地问：“老李，这是个男孩还是女孩呀？”李叔没有理会一边只会添乱的爸爸，转头看向我，问我：“青青丫头，现在来看，这胎相很稳定，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。不过这次怎么就你自己回来？孩子爸爸没跟着一起吗？”被李叔这么一问，我有点不知怎么回答了。高家的事也不可能一五一十的给他们说，不然就凭我爸这个脾气，肯定要给高有才和他的爸妈一个刘氏15连击。这可是我爸当年称霸擂台的绝技。不喜欢了，想离婚了，就没带他回来。我随口胡诌了一个理由。那孩子怎么办？爸爸也是才意识到这件事，想了一想，说：“青青，该不会这个小子对你不好，欺负你吧？我去给他天灵盖拧下来。你呀，能不能不要天天嚷着拧人家天灵盖？”妈妈看着这样的爸爸，也是感到很无奈。青青也不是小孩子了，凡事他自己能拿定主意。倒是你，都50多岁了，也没有一点做父亲的样子。可怜这个小生命，他来得这么不合时宜。可他也是一条鲜活的生命，可惜这个孩子，我不打算留下。孩子，不要怪妈妈对你心狠手辣，要怪就怪你有个混蛋的爸爸。李叔表情严肃地沉默了一会，说：“先不要急着做决定，孩子，你再好好想一想，也来得及。这几天的事情确实有点太多了，现在我的脑子里还有点混乱。”李叔给我开了一剂安神养胎的方子，
嘱咐我心态要放松，在家先好好休息几天。在高档茶餐厅里，我坐在窗边，一边品尝着法国甜品师制作的小蛋糕，一边隔着落地玻璃窗欣赏这座城市的风光。这几天没看到那个姓高的，果然心情都跟着变好了不少。但是再好的风景看多了，也会觉得有些腻味了。城市尽头的风景是一层围着一层的山，要不去海边度个假吧？我的脑海中突然冒出了这样一个想法。不过在去海边度假之前，还要先解决一个棘手的麻烦。想到高有才和他的封建父母，我就觉得头疼，还有点恶心。他可真是让人反胃，只是想到他就令我干呕不停。不对，这应该是妊娠反应，也就是孕吐。这还是我第一次如此直观地感受到这个小生命的存在，差点都忘记了。我现在可是个孕妇。我轻抚着小腹，试图去和肚子里的小生命沟通。如果他知道了他的父亲是一个那样的家伙，会不会认可我打掉他的决定呢？现在优先考虑的还是处理高家和收回我嫁妆的事。看他们之前的态度，想要他们老老实实的把东西还回来是不可能的了。那我就只能使用点非常的手段了。我拿出手机，拨通了联系人里房产中介的电话。电话很快就接通了，听筒里传来了中介热情洋溢的声音：“你好，李小姐，阳光中介很高兴为您服务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？我这有一套房子想出售，手续齐全，希望能尽快出售。”“好的，请问您什么时候有时间？方便我和您确认一下具体事宜。”“明天下午2点半，我会用这个号码再拨打给你。”“好的，我了解了。请问您还有其他需要帮助的吗？”“暂时没有了。”“好的，感谢您的来电，我们将竭诚为您提供服务。”不等他的客套话说完，我就挂断了电话。这家中介办事效率很高，就是有的时候太过热情，让人接受不了。随后我又拨通了二手车商和警察局的电话。经过一番沟通之后，那些财务的问题就大致都解决了，还剩下离婚以及孩子。接下来的几天内，我陆续接到了他们联系我的电话。中介那边回复我，看房的时候遇到了些小问题，不过在他的一番努力下，还是让客户爽快地买下了这栋房子。接下来只要稍微打扫一下就可以住了，让我不用操心。专业的事情果然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来做。这办事的效率和成果让我不禁想为那位热情的中介点一个赞。二手车商那边倒是稍微遭遇了一些阻碍，高有才一直在阻挠，说什么也不愿意交出车钥匙。收车的人实在没办法，又打电话来联系我：“姐，真是不好意思，又要打电话来麻烦您。”“没事，说吧，这次又遇到什么问题了？”“这个车呢，我已经看过了，各方面都没什么问题，保养的也不错，就按照我们之前谈好的价格来走。不过这个车现在因为没有原厂的车钥匙，这个比较难办啊。听你的语气，这个小小的难题你是能解决的，对吗？这种事正常是不让往外说的，这也就是看您现在遇到了点困难，想尽快帮您解决这个问题。什么条件？说吧，您可真是个痛快人。现在车子我已经看过，你也确定要卖了。因为这个车钥匙的问题，我要多收取一部分手续费，如果您能接收，那明天就能给您打款。行，没问题。没有丝毫犹豫，我很爽快地答应了下来。好好的房子和车就这么卖了，我的心里也是十分心疼的。这中间亏损的钱可不是比小数目，但是这样可以快速地解决这些麻烦，心疼就心疼吧。至于那箱子金条，
在我给警方提供的详细线索下，没有几天就在高有才老家的衣柜底下找到了那笔钱，把重要的东西收进衣柜里。这是他一直以来的习惯。现在只要办了离婚，一切就可以尘埃落定了。今天我没能睡到自然醒，因为有群苍蝇追到我家里来了。刘青青，你别不知好歹，在外面野了几天，我不和你计较。你现在回来给我磕头认个错，我还可以考虑原谅你。外面的高有才母子看起来已经没有了往日的风光，宛如两条灰头土脸的丧家之犬。车子已经被我卖掉了，也不知道这么远的路他们怎么过来的。我还以为是谁家的狗不拴链子就在这儿乱吠。你大概是从小到大从没被人这样说过吧？高有才的脸色铁青，指着我半天也没憋出一句话来。我站在2楼的阳台上，摊了摊手，看着在院子里的他说：怎么，你要说我很好，我很漂亮？不用你说，这大家都知道。这时候还是他妈妈心疼儿子，站了出来说：你怎么能把房子买了？你让我们这大家子流落街头去喝西北风吗？你真是畜生啊！你没有人性啊！说着，他就坐在地上哭闹起来，引得偶尔路过我家门口的邻居频频回头，还窃窃私语。高有才也不甘示弱，往前走了2步，用手指着我喊道：你怎么能这样欺负老人？况且你做媳妇的就该伺候你男人，同候家里老人，还有我们高家其他人，你怎么能这么顶撞我妈？她辛辛苦苦养我这么大，你得感恩戴德，知道吗？那我可真该替你妈感到悲哀，这么多年含辛茹苦，就养出了你这么个一事无成还软饭硬吃的极品下头男。你还怀着我儿子呢，这可是我高家的种，将来是要继承我高家祖宗基业的。我劝你不要继续不识好歹，赶紧带着车子房子还有那箱金条回来，我还可以跟叔叔婶们说说，原谅你之前的所作所为。就你家那点破烂，给狗狗都还嫌弃，我儿子可看不上，还是留着给你自己养老送终吧。高有才被我噎得快要说不出话了，他也干脆不要脸了，抱着他妈妈坐在地上一起哭。他们母子2人就这样在我家门口哭着抱成一团，时不时还说几句什么我欺负老人，霸占他们家财产之类的话，甚至还说我是在外面跟野男人乱搞，怀了野种。这种不疼不痒听了只会令人发笑的话，在我这里当然是被我当成耳旁风，就这样静静地看着他们俩上演的这出悲情大戏。不过我能视若无睹，不代表我爸也能。他紧攥着双拳，眼神锁定了门外哭闹的2人，就像当年在擂台上锁定他的对手那样。房子的门被慢慢打开，爸爸一言不发地走向那母子2人。这时我也注意到了父亲的行动，赶忙追下去要拦住他。爸爸的性子我是知道的，听到别人这么诋毁他最疼爱的女儿，他真的会动手，甚至可能闹出人命。高有才虽然是个可恨的混蛋，但是也罪不至死，更何况真的动手，出了什么事的话，也没法简单的了结，到时候再想离婚，肯定要更加的麻烦。我立刻拽住了爸爸的手臂，说：没事的，爸，别冲动，别真的出了事。还没等我说完，爸爸回头看向我，说：青青，我知道了，我尊重你自己的选择。说完，他转过身，又继续朝那2个人走过去，边走还边说：怎么，你这个混蛋，当老子不喘气了是吧？看到我爸怒气冲冲地向他们走过去，高有才的心里开始打起了退堂鼓。我爸爸是个很厉害的格斗家，这件事他是知道的，
本以为他今天会在拳馆上班，所以才放心大胆的来闹我。结果没想到我爸居然在家。爸，您今天没去拳馆啊？高有才的声音都有些颤抖了。女儿怀着孕，又大老远跑回来过年，当爹的当然要好好陪陪孩子。怎么，以为我不在家，看青青是个好捏的软柿子吗？爸爸原本已经松开了的拳头又一次紧，他一只手就跟捉小鸡似的把高有才提了起来。现在就带着你老娘给我滚！以后别让我再看到你出现在青青面前，要不然我可就没现在这么仁慈了。爸，我走上前去，我俩还得去办离婚证呢。爸爸有些尴尬地愣了一下，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手上提着的高有才，说：“我送你们去。”爸爸将手里提的小鸡仔扔在地上，去车库启动车子，直接带着我们一路直奔离婚办理窗口。如果你们确定要离婚，请30天后来领取离婚证。在我爸的监督下，手续很快就办完了。原本以为还免不了要打个官司，没想到爸爸这一出手，直接帮我省去了这么多的麻烦。不过高有才和他妈妈倒是没再给我整出额外的事端，这倒是让我很意外。这样老老实实的就放弃，不像是他们的作风。不过现在事情已经处理完成，我也不再花心思在这上面了。感受着外面明媚的阳光，看着晴朗的天空，我的心情也变得无比的舒畅。再次回到家，已经完全没有了之前被石头压在心头的疲惫感和束缚感。我也终于得到了彻底的解放。这几天陆续的处理完了离婚的事宜，就等30天后领取我的离婚证了。年假已经结束了，我也要继续回去上班，和以前一样，但也不完全一样。青青啊，起来啦，快来尝尝这个爸爸烙的饼。下了班，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，迎接我的是一桌热腾腾的饭菜，而且都是我爱吃的。衣服都洗好了，妈帮你晾在阳台了。换下来的衣服，妈妈会帮我洗好晾干，再收到衣柜里。这个车是不是不好开呀？正好今天是周末，去看看新车怎么样？工作太累了，就休息吧，也不差这一会儿。这件衣服好看，适合我们家青青，看着就年轻漂亮。这样的话，我分明从小就听到大，可是现在听起来却感到心里暖暖的，这让我越发的依恋这个家，也依恋爸妈给我的这种安全感。爸，怎么了青青？爸爸正在玩消消乐，听到我喊他，立刻抬头看向我。我想，要不把这个孩子留下来吧，这是我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决定。况且还没见到这个世界，还没见到他的外公外婆就离开了，对这个小生命来说未免太过残忍。真的，你已经想好了？我郑重地点了点头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真想快点见到小明叔。明叔，这是之前我和你妈妈一起商量好的，要是个女孩就叫刘明书，要是个男孩就叫刘明言。不过要我说，这肯定是个和他妈妈一样漂亮的小姑娘。爸爸乐呵呵地看着我的肚子，又说，回头再让老李来看看，他肯定能看出来男孩女孩。那我就告诉李叔，不让你知道。那可不行啊，闺女。那我侧过头思考了一下，说，等天气暖了，我要去海边度假。怎么还突然想去海边度假了？没什么，就是想出去转转了。好，那到时候咱们全家一起去。5月末海边的阳光已经有些晒人了，我躺在沙滩上的椅子里，享受着身上被阳光晒得暖暖的感觉。当然，已经做好防晒工作了。远处的沙滩上也有很多游客，有些是父母带着小孩，有些是情侣来度假。看着他，我也开始期待肚子里这个小生命的降临。
不过其中一对情侣好像不太愉快呀。你骗我，你都是在骗我！一个穿着比基尼的美女拿着手里的包狠狠砸向他对面站着的男子，男子抬手挡下砸过来的包，还顺势抓住了女人的手臂。宝贝，别动手啊！你听我解释。这个男人看着怪眼熟的，不过他对面那个女的倒是没见过。我抓起一把瓜子，边往那边走去。这样的好戏我怎么能错过？什么高小帅，什么豪宅，你有一样东西是真的吗？女人愤怒地想要推开他，却被他紧紧抱住。对着抱在怀里的女人，男人撕心裂肺地喊道：我对你的真心，还有我对你的爱，这些都是真的呀！谁稀罕你的真心？女人用尽全身力气，却还是无法挣脱男子的双臂。啊！女人的喊叫声在海滩上回荡，周围的人群纷纷投来好奇的目光。我站在不远处，看着这对争吵不休的情侣，心中不禁升起一丝感慨。爱情有时候真的是一场闹剧，让人哭笑不得。突然，那男人似乎看到了我，脸色瞬间变得苍白。他挣扎着想要摆脱女人的纠缠，却已经来不及了。我微笑着走了过去，这场戏似乎变得越来越有趣了。刘青青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男人惊恐地问道。我耸了耸肩，装作无辜地说：我来度假呀。怎么，这里不欢迎我吗？男人脸色铁青，女人则是一脸疑惑地看着我们。我转身对女人说：小姐，这个男人你可要小心了，他可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之前还骗我说怀了他的孩子呢。女人闻言脸色大变，用力挣脱男人的怀抱，愤怒地扇了他一巴掌。男人捂着脸，狼狈地倒在地上。周围的游客纷纷围了上来，指指点点，议论纷纷。我没有再理会他们，转身离开了这个热闹的场景。海风轻轻吹过，带走了我的一丝烦恼。我走在沙滩上，心中却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和憧憬。离婚后的日子，我过得越来越充实和快乐，每天忙碌于工作，晚上则回到父母身边，享受家庭的温暖。肚子里的宝宝也一天天长大，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和满足。30天的等待终于过去了，我领到了离婚证。高有才和他的家人再也没有出现在我的生活中。我知道，我已经彻底摆脱了那段痛苦的过去，开始了新的生活。一天晚上，我们一家人围坐在餐桌前，享受着美味的晚餐。爸爸突然提议说：青青啊，既然你已经决定留下这个孩子，那我们也该为他准备些什么了。妈妈笑着点头附和：是啊，我们得好好计划一下宝宝的房间、衣服、玩具，还有营养品，都要提前准备好。我感动地看着他们，心中充满了感激和幸福。我知道，无论我遇到什么困难和挫折，我的家人都会一直支持我，陪伴我。时间飞逝，转眼间就到了宝宝出生的日子。在医院的产房里，我经历了人生中最艰难也最幸福的时刻。当听到宝宝响亮的啼哭声时，我的眼泪不禁流了下来。我知道，这是我这辈子最珍贵的礼物。宝宝出生后不久，我们就为他举办了一个温馨的满月宴，亲朋好友纷纷前来祝贺。我们一家人在欢声笑语中度过了这个难忘的日子。宝宝的名字也正式确定为刘明书，一个充满爱和希望的名字。随着宝宝一天天长大，我们的生活也变得越来越丰富多彩。我们一起去公园散步，去游乐场玩耍，去海边度假，每一个瞬间都充满了欢声笑语和温馨幸福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也逐渐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方向和目标。
我决定重新回到职场，继续追求自己的梦想和事业。同时，我也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照顾和陪伴宝宝成长，给他一个充满爱和温暖的家庭环境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也逐渐学会了如何面对生活的挫折和困难。我知道，无论未来会遇到什么挑战和考验，我都会勇敢地面对和克服它们，因为我相信，只要心中有爱和希望，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前进的步伐。最终，我和我的家人一起走过了这段充满挑战和收获的旅程。我们共同经历了痛苦和磨难，也共同分享了喜悦和幸福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家庭的意义和价值。它不仅是我们生活的港湾和依靠，更是我们心灵的寄托和归宿。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我们会一直携手前行，相互扶持，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